那刚刚呢也给大家提示到了关于就医时机上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也就提醒到了我们啊，不仅仅是关注到了这个病症发生的时候给大家量一量体温啊，这个还远远不够。而更应该做到的呢是，比如说监测我们的呼吸和血氧啊，去观察它的状态等等啊，这些新模式更应该被采取掉。那这个时候也要求我们所有的做家属的朋友们更加的细心，更加的警惕。但是呢，我们也经常说防大于治啊。对于这样的一个沉默的杀手，我们相信除了生病之后及时送医，我们更希望能够有一道防线把它筑起来。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够有一些建议，让它甚至不要发生？是有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哪些人是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是首先就是免疫力可能会有问题的人，就是对一些中老年人来讲，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什么会导致免疫力的进一步下降，就是营养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是营养不良的人，会导致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出现感染以后，又会进一步导致的一个营养的缺乏。所以营养在老年日常维护中增加抵抗力、增加免疫力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您再帮我们具体的这个解释一下哈，比如说您提到了在营养上哈，甚至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词叫做养生，那这个也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到的一个问题，您帮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想要去更好的打造一个针对我们呼吸道的，针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个免疫的城墙，我们都具体应该做些什么？明白。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就是这个营养是永远是预防感染的一个基石。但是很多老年人都有一些误区，比如说针对一些认为预防呼吸道疾病是有一些中药，或者是某一些特定的几味这个药材，或者是植物，或者是什么维生素，它可能会预防感染。其实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包括呼吸系统来讲，它是可以自己去提取食物中的一个营养成分，包括蛋白质，包括脂肪等等，它提取这些营养成分以后，它自己会生成它自己所需要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细胞的一些分裂，它最需要的最基础的物质就是蛋白质。刚才提到了，就是蛋白质是合成我们人体大量的这些免疫细胞还有上皮细胞的一些基石，有了一些基石以后才能去增加免疫力，就相当于盖城墙的那个砖一样。有了这些砖以后，它才能合成那些维生素，或者是合成的那些城墙的一个这个结构。然后呢，第二个就是矿物质和维生素元素，就是我们通过体外去补充这些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还有锌啊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以后，可以更好的支持这些城墙的稳固性，相当于这个城墙中间的一个粘合的一个水泥等等这些情况，才能整体上来讲来把这个城墙给筑好。还有一个就是水分，就是日常的饮水一定要超过1500到2000毫升左右一天，然后这样的对于心脏功能、对于肾功能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其实人体这个散发出水分最多的这个器官呢，除了肾功能以外就是肺。因为肺的面积其实因为肺有很多肺泡和肺组结构组成，它每天呼吸的损失的水分就有几百毫升。然后你看似这个从嘴里边是没有出来水的，但是每天的不感的蒸发是有很多的，所以上皮一定要呼吸道上皮又要持续的保持湿润。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人的患者，重症的患者，我们会用一种治疗的机器叫高流量湿化仪。那高流量湿化仪它不光要补充氧气，它比普通的吸氧的这个机器呢，还补充了一个湿化的功能。所以说呼吸道上皮是最喜欢湿润的环境，它绝对不能干，所以每天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在这个季节当中冬季它气候本身相对来说就比较干燥那是不是额外我们还需要比其他的一些季节，比如说多饮水，甚至是多把这个房间里面的这个湿度进行一个调整呢？是的，就是尤其在冬季这种干燥的环境下，如果说是保持这种干燥的环境，会让呼吸道上皮就是变干燥以后呢，那个上皮黏膜也会受到一定的损伤，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城墙会损坏。这个城墙呢，不是说普通城墙，它是有水附在一层膜上的城墙。如果说没有这层水了，那城墙就会变得很脆弱。所以说
刚才主任提到，就是多喝水，在冬天，以及把空气调的空气加湿器用这个去调节这个空气湿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